没有人料到，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春节。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寒潮降临，自此世上再无春天。而我和男友所乘坐的豪华游轮也因这场大雪直接被冻在深海中央。随着海上温度骤降到零下200度，游轮上的人为了物资杀红了眼，最终连我也被男友推出船舱，只为换一小块压缩饼干。重来一世，我又一次跟随男友登上了那辆死亡游轮。只不过这一次，我带着所有行李提前登岸，头也不回地躲到堆满物资的地下赌场里。我睁开眼，眼前不是黑暗冰冷的海水，而是明亮的吊灯，身下是柔软的真皮沙发。我僵硬地转过头，看到了那张让我恨入骨髓的脸，陈浩。他正满眼深情地看着我，手上还拿着一份文件。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双手没有冻伤的痕迹。桌上的日历显示是2月，距离末日寒潮爆发还有10来天。看来我重生了，回到了这个咖啡馆，回到了陈浩花言巧语骗我签下太平洋明珠号船票合同的这一刻。上一世的我还傻乎乎的以为这是他为了庆祝我们订婚准备的礼物，却没想到这是一张绝命船票。陈浩早就为我买好了巨额意外险，只要我登船，就只有死路一条。我看着他虚伪的笑脸，想起上一世临死前的画面。因为寒潮爆发，陈浩没有一上船就弄死我，而是哄骗我，让我主动用身体换取物资。在我被折磨的精神崩溃后，榨干我最后的价值，把我推进那群暴徒中，用我换来一小块压缩饼干，最后冷眼看我赤身裸体坠入冰海。滔天的恨意几乎要从我的胸腔里喷涌而出，我的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用疼痛来维持最后一丝理智，不能冲动。现在杀了他，太便宜他了。上一世我在冰海里承受的绝望和痛苦，我要他千百倍的偿还。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眼中的杀意，抬起头对他露出笑容。我说：谢谢亲爱的，我真是太开心了。陈浩完全没发现我和平时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他根本不屑于去察觉。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一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蠢女人。我看着合同上太平洋明珠号那几个烫金大字，又看了看对面陈浩贪婪的脸，我心中冷笑：你不是想要这张船票吗？我给你。我不仅给你，我还要亲手送你上船，让你好好享受这场为你量身定做的末日盛宴。陈浩看到我签完字，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他拿起合同，如获至宝般吹了吹上面的墨迹。他说他以后一定会对我好的。回到我和陈浩的出租屋，他兴奋地像孩子从冰箱里拿出2瓶啤酒，说要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浪漫之旅干杯。我看着他脸上洋溢的虚假幸福，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借口不舒服，说自己想先休息一下。他没有怀疑，只是让我好好休息。我躺在床上思考该如何复仇，不能只靠一腔热血，我需要冷静，需要证据，更需要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上一世我就是太相信他了，把父母车祸去世后留给我的房子和赔偿款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我以为这是情侣间的坦诚，却没想到是引狼入室的催命符。卧室门被推开，陈浩醉倒在床上，很快就发出了沉重的鼾声。机会来了。我屏住呼吸，在黑暗中缓缓坐起身，他的手机就放在床头柜上。我拿起他的手机，用他的手解开指纹锁，点开了那个绿色的聊天软件。置顶的是一个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群聊里的内容让我浑身发冷。原来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我的钱，他还要把我拐卖给他那个30多岁还娶不上媳妇的傻子哥哥。我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最恶毒的还在后面。陈浩他妈王金花想让我赶紧怀上他哥的种，他说女人生了娃心就定了，到时候我就会想跑也跑不了。他们不是人，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畜生。我强忍着砸碎手机的冲动退出了群聊，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在搜索框里输入了钻戒2个字。很快一个聊天记录跳了出来，对方的头像是恒久珠宝租赁，而他和陈浩的聊天也证实了我的猜想。陈浩那枚用来求婚的钻戒不过是租的，钱是那场让我感动的一塌糊涂的求婚，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我关掉手机屏幕，将它轻轻放回原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缓缓走到窗边，窗外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可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一切都将被冰雪覆盖，文明将荡然无存，秩序将彻底崩塌。而在此之前，我要先建立我自己的秩序。我看着玻璃上倒映出的自己那双眼睛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温柔和爱意。陈浩、王金花、陈大富、陈强，你们不是想吃绝户吗？不是想让我给你们家当牛做马，生儿育女吗？我就让你们一家人都为这个念头永世陪葬。天还没亮，我便悄无声息地起了床。我给陈浩留了张字条，说我公司临时有急事需要出差一趟，他不会怀疑。在他心里，我是个勤奋上进，一心为我们的未来攒钱的好女人。我没有去公司，而是直奔本市最大的一家房产中介。我有套大平层，是我父母车祸后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上一世我傻傻的想把它当成我和陈浩的婚房，甚至想在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现在想来多么可笑。我找到一个号称24小时放款的经理，我知道这种渠道利息高的吓人，手续也见不得光，但我不在乎。我需要的不是钱，是启动末日计划的速度。我签下所有文件，将房产证抵押给了他们。我说我只要现金，越快越好。经理看着我这个冤大头笑得合不拢嘴，他保证最迟明天一笔巨款就会打到我的账户上。搞定资金后，我立刻联系一架直升机，我让他带我去太平洋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岛。这个地方是上一次我在游轮上听来的，当时游轮动力系统失灵，所有人都冻得瑟瑟发抖。一个随船地质学家发现了一座怪岛，是地质板块的薄弱点，岛上到处都是温泉，常年四季如春。有个富豪在那开了个度假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倒闭了。他说岛上的气候很有可能不受寒潮影响。所有人听到他的描述都十分向往，但我们都被困在冰海中央，游轮被死死冻住，不能移动分毫。于是没人再对他后面的讲述感兴趣，只有我私底下找到他。
仔细了解了那座岛的方位。直升机到达后，我让驾驶员在沙滩等我，我独自探索这座小岛。小岛很荒凉，大部分地区都是未开发的原始丛林，岛屿深处一片废墟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穿过杂草丛生的大塘，直接走向度假村后山。根据那个地质学家的说法，地热源头就在山脚附近。很快，我找到了一个被藤蔓遮蔽的山洞。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走了进去。洞穴很深，走了大概10几米，我突然感觉到一股暖流，一股带着硫磺味的温热气流从洞穴深处涌来，我的心脏狂跳起来。找到了，就是这里。我刚想出去，就在洞穴的一个拐角处发现了一面极其不协调的石壁，它平整的像是被人工打磨过。我伸手触摸，冰冷的触感下能感觉到细微的接缝，接缝的下方甚至暗红色血丝。石壁后传来指甲刮擦的细碎异响。这是一扇伪装的门，我沿着接缝仔细摸索，终于在一块不起眼的凸起岩石后面发现了一个被灰尘覆盖的电子密码锁。这种地方的老板密码会是什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输入了888888，红灯亮起，密码错误。我又试了66666，绿灯闪烁成功了。看来这个老板也是个老六。一声沉闷的击扩声响起，我面前的石壁缓缓向一侧滑开，门后是一条向下的阶梯。我走了下去，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展现在我眼前，奢华的水晶吊灯，铺着红色天鹅绒的赌桌，散落一地的筹码和酒瓶。这里竟然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赌场，整个空间温暖如春，墙角的通风口里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来自地心的热量。我压抑住内心的狂喜，这里简直就是最完美的末日堡垒。我开始仔细搜查赌场，老板跑路跑得匆忙，很多东西都没来得及带走。我发现了一个被撬开的保险柜，里面空空如也。我并不失望，我知道真正的好东西绝不会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我开始敲击墙壁，检查地板，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终于，在办公室那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我发现了一块颜色略有差异的地砖。我用力撬开地砖，下面露出了一个金属拉环。我用尽全力向上一拉，一块沉重的案板被我掀开，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地下暗格。我用手机照亮，那一瞬间，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一捆捆用塑料薄膜封好的美金，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起，几乎填满了整个空间。粗略估计，至少有上亿现金。而在这堆现金的下面，我看到了几只沉重的金属箱。我打开其中一只，耀眼的金光瞬间刺痛了我的眼睛。金条，满满一箱沉甸甸的金条。如今的我拥有地热源、坚固的地下堡垒，还有这足以买下一切的巨额财富。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感受着来自地下的温暖和手中黄金的冰冷。上一世，陈浩为了一小块压缩饼干就毫不犹豫地杀了我。这一世，我坐拥金山，脚踏热土。我慢慢地笑了，笑声在空旷的地下赌场里回荡，充满了无尽的冰冷和疯狂。陈浩、王金花、陈大富，你们的末日，我的天堂。这场复仇游戏的筹码，现在我全都握在手里了。心中复仇的蓝图第一次变得清晰，我没有丝毫迟疑，计划开始了。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彻底掌控这座地下赌场，将它打造成坚不可摧的末日堡垒。这座被遗弃的地下赌场虽有岁月侵蚀的痕迹，但基础远比我想象中坚固。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墙壁足有半米厚，散落的筹码和酒瓶反而印证了老板跑路时的仓促。更重要的是，墙角的通风口源源不断输送着来自地心的温热气流，即便外界彻底陷入零下100摄氏度的严寒，这里也能温暖如春。我没有浪费时间沉浸在坐拥金山的喜悦中，立刻着手清理和改造赌场。首先是清理工作，我找来赌场仓库里遗留的扫帚、拖把和消毒水，对着赌场的大厅来了次卫生大扫除。过程中，我意外发现赌场的仓库里竟然还遗留着不少物资，几箱未开封的矿泉水、压缩饼干和罐头。这些物资虽不算多，却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也让我更加确信，这个地下赌场就是我末日里最安全的避风港。清理完地面，我开始检查整个地下赌场的结构。赌场分为3个区域：大厅、办公室和仓库。我重点检查了通风系统，发现通风口连接着山体内部的地热通道，气流稳定。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用防水布和保温棉对通风口进行了加固，防止末日寒潮爆发后冷空气渗入，同时也能阻挡外界的杂物和可能出现的危险生物。接下来是防御系统的改造。我知道末日降临后，秩序崩塌，人心涣散，幸存者为了争夺物资会变得极其疯狂，而且小岛的丛林里还有未知的变异生物，所以必须打造一套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我利用仓库里遗留的工具和物资，开始动手改造。首先，我在大厅入口处的石门内侧安装了一道金属插销，又用铁丝和木板将石门的缝隙封死，确保石门不会被轻易推开。然后，我在大厅的各个角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是我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找到的，一共有8个。虽然有些老旧，但依旧能够正常使用。我将摄像头连接到办公室的电脑上，这样就能实时监控大厅的所有动静。最后，我在仓库里打造了一个隐蔽的藏身之处，用防水布和保温棉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帐篷，又将一部分现金、金条和重要物资转移到藏身之处，万一遇到危险，能够快速躲进去，坚守待援。防御系统改造完成后，我开始处理那些美金和金条。我将暗格里的美金和金条全部转移到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文件柜有密码锁，我重新设置了密码，用的是我父母的忌日，也是我上一世最痛苦的日子，以此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仇恨。粗略清点了一下，美金一共有2000万左右，金条有100多根，每根都有1公斤重。按照当时的市场价，这些财富
足以让我在末日里拥有绝对的优势，能够买到任何我需要的物资。但我也知道，末日降临后，金钱的作用会逐渐减弱，物资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必须尽快将一部分美金换成末日急需的物资。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踪，我没有亲自出面采购物资，而是通过匿名渠道联系了一家国外的特殊物资供应商。这家供应商专门为富豪和特殊人群提供私人采购服务，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我通过卫星电话和供应商取得联系，向他们列出了一份详细的物资采购清单。供应商看到清单后，很快就给我回复。我通过匿名转账，将一部分现金转到了供应商的账户上作为定金，约定好物资送达后，再支付剩余的款项。处理完物资采购的事情，我开始研究赌场老板赵思海的日记，希望能从日记里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日记里除了记载了太平洋明珠号邮轮的秘密、小岛的地热异常和变异生物的事情，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赵思海在跑路前将实验的核心数据存放在了一个加密的 U 盘里，这个 U 盘被藏在了赌场吧台的一个隐蔽角落。U 盘的密码是他的生日加上实验的核心代码。赵思海的生日，日记里没有明确记载，但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他是1978年出生，而且每年的生日都会在赌场里举办派对，派对的日期是8月18日，所以我猜测他的生日应该是1978年8月18日。而实验的核心代码，日记里也有零星的记载，是一串字母和数字的组合。看到这里，我立刻起身前往大厅的吧台，吧台后面的酒柜里摆满了各种酒水，还有一些杂物。我按照日记里的描述，在吧台的角落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夹层，夹层被一块木板挡住，木板上贴着一张酒标，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用螺丝刀撬开木板，夹层里面果然放着一个黑色的 U 盘。U 盘上布满了灰尘，看起来已经被藏在这里很久了。我拿起 U 盘，擦干净上面的灰尘，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尝试破解 U 盘的密码。我输入了赵思海的身份信息，果然 U 盘被成功破解了。打开 U 盘后，我发现里面存放着大量的实验数据和资料。看着这些资料，我瞬间意识到，末日的危险远比我想象中还要可怕。根据实验数据记载，当年的实验代号为含冤计划，是由赵思海联合国外的一个秘密组织发起的，目的是培育出一种能够在极端低温环境下生存、极具攻击性的变异生物，用于军事用途。这些变异生物主要是用人类的基因和海洋生物的基因培育出来的，它们的身体非常坚硬，鳞片能够抵御普通武器的攻击，而且不怕寒冷，即便在零下200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也能正常活动。更可怕的是，这些变异生物的繁殖能力极强，而且具有很强的攻击性，一旦苏醒过来，就会疯狂地寻找食物，吞噬所有活着的东西。实验失控的原因是因为一名实验人员操作失误，导致实验室里的冷冻设备出现故障，几只已经培育成熟的变异生物从冷冻状态中苏醒过来，杀死了好几名实验人员，并且试图冲出实验室逃离邮轮。赵思海害怕实验的秘密被曝光，害怕那些变异生物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所以才匆忙跑路。临走前，他关闭了邮轮实验室的大门，将剩余的变异生物大约有20多只困在了实验室里，并且启动了实验室的备用冷冻设备，暂时将它们冷冻起来。但他在日记里提到，备用冷冻设备的能源有限，只能维持3个月左右，一旦能源耗尽，冷冻设备就会失效，那些变异生物就会再次苏醒过来，冲出实验室，吞噬邮轮上的所有生命。而小岛的丛林里，那些逃出来的变异生物大约有3只，经过这么多年的进化，体型变得更大，攻击性变得更强，而且已经适应了小岛的环境，能够利用丛林的掩护，快速移动和捕食。实验数据里还记载了变异生物的弱点，它们的眼睛和腹部是最脆弱的部位，只要击中这2个部位，就能对它们造成致命的伤害。而且他们害怕高强度的电流和麻醉剂，电击和麻醉能够暂时制服他们。了解完这些信息后，我心中一阵凝重，看来我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末日韩朝和陈浩一家的报复，还有小岛丛林里的变异生物，以及太平洋明珠号邮轮上的那些实验体。一旦末日韩朝爆发，邮轮上的备用冷冻设备能源耗尽，那些实验体就会苏醒过来，而陈浩一家一旦登上邮轮，就会成为实验体的猎物。想到这里，我嘴角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笑容，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就是要让陈浩一家在绝望中被自己贪婪和恶毒所带来的后果吞噬，让他们死得比我上一世还要惨。但我也没有放松警惕，小岛丛林里的变异生物随时都可能闯入地下赌场，对我造成威胁，所以我必须尽快做好应对变异生物的准备，熟悉自己的武器，提前设置陷阱，防止他们靠近地下赌场的入口。第二天一早，供应商就给我发来消息，说物资已经准备好了，会在上午10点通过私人直升机运送到小岛的沙滩。我立刻收拾好东西，穿上保暖衣物，前往沙滩接应物资。小岛的沙滩非常荒凉，沙滩上布满了碎石和杂草，海水清澈，但却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此时外界的气温已经开始逐渐下降到零下。我站在沙滩上，等待着直升机的到来，同时打开生物雷达，监测着周围的动静，生怕遇到变异生物。大约10点左右，一架私人直升机出现在了远处的天空中，缓缓地向沙滩飞来。直升机降落后，
机组人员从飞机上搬下来10几个巨大的箱子，整齐地摆放在沙滩上。我走上前检查了一下物资，确认所有的物资都齐全，而且没有损坏后，将剩余的款项通过匿名转账转到了供应商的账户上。机组人员没有多问，确认款项到账后，就立刻登上直升机飞走了。机组人员走后，我开始将物资分批运到地下赌场。物资很多，而且很重，我花了整整3个小时才将所有的物资都运到了赌场的仓库里。运完物资后，我累得瘫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但心中却充满了安全感。有了这些物资，有了这些武器，我就能在末日里轻松应对任何危机，就能顺利地完成我的复仇计划。整理完物资，我开始熟悉自己的武器。我拿起电击弩，装上带电的箭矢，尝试着瞄准远处的赌桌，扣动扳机，咻的一声，带电的箭矢带着一阵风声，快速地射向赌桌，正好射中了赌桌的桌面，发出了滋滋的电流声，桌面瞬间被烧焦了一小块。我满意的点了点头，电击弩的威力比我想象中还要大，足以对变异生物造成致命的伤害。然后我又拿起电击匕首，按下开关，电击匕首瞬间发出了滋滋的电流声。我用匕首轻轻划了一下木板，木板瞬间被划出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而且还冒出了一阵黑烟。麻醉枪也很轻便，射程很远，麻醉弹的威力也足够大，能够暂时制服体型较大的变异生物。熟悉完武器后，我决定前往小岛的丛林，勘察变异生物的栖息地和习性，找到它们的踪迹，提前设置陷阱。我穿上防护服，带上刚买的新武器，独自一人走进了小岛的原始丛林。小岛的原始丛林比我想象中还要荒凉茂密，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和杂草，藤蔓缠绕。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树叶，照到地面上。我打开生物雷达和红外热成像仪，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走，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生怕遇到变异生物。走了大约半个小时，生物雷达突然发出了警报声，屏幕上显示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生物信号正在缓慢地移动。这个生物的体型非常大，大约有10几米长，几米高，而且它的身上散发着强烈的放射性信号。显然，这就是赵思海日记里记载的变异生物。我立刻停下脚步，关掉生物雷达的警报声，躲到一棵巨大的树干后面，打开红外热成像仪，向那个生物信号的方向望去。透过红外热成像仪，我看到了一个极其诡异、极其恐怖的生物。那个生物有着章鱼的身体、鲸鱼的体型、鲨鱼的牙齿，身上长满了黑色的坚硬的鳞片，鳞片上还散发着淡淡的荧光。那个生物有着章鱼的身体、鲸鱼的体型、鲨鱼的牙齿，身上长满了黑色的坚硬的鳞片，鳞片上还散发着淡淡的荧光，在漆黑的丛林里显得格外耀眼。这个生物在丛林里缓慢地移动着，触手不停地摆动，一旦被它的触手碰到，就会瞬间被折断、碾碎，可见它的力量有多强大。我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心脏狂跳不止，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诡异、这么恐怖的生物。它比我上一世在滨海里遇到的任何生物都要可怕，就算我有电击弩和麻醉枪，也不一定能够对付得了它。我知道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必须先观察它的习性，找到它的弱点。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它，发现它的移动速度虽然很慢，但力量极强，而且它的感官非常敏锐，能够察觉到周围的任何动静。它每移动一步都会停下来，用触手探查周围的环境，仿佛在寻找猎物。而且它的眼睛始终保持着警惕，不停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刻发起攻击。他的眼睛始终保持着警惕，不停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立刻发起攻击。观察了大约10几分钟，我发现这个变异生物有一个习惯，它每移动一段距离就会停下来，在一棵巨大的树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似乎是在标记自己的领地。而且它的腹部确实是它的弱点，腹部的鳞片比身上其他部位的鳞片要薄很多，只要击中腹部就能对它造成致命的伤害。它的眼睛也非常脆弱，一旦被击中就会失明，失去方向感。了解到这些信息后，我心中有了一个计划，我可以在它经常经过的路线上设置高压网陷阱和麻醉陷阱，一旦它触发陷阱，就会被高压电击中，同时被麻醉剂麻醉，暂时失去行动能力。这样我就能趁机将它制服，或者将它赶走，防止它靠近地下赌场的入口。我小心翼翼地向后退去，尽量不发出任何声音。同时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变异生物，时刻关注着它的动向。退到安全距离后，我开始在它经常经过的路线上设置陷阱。我先将高压网展开，固定在2棵巨大的树干之间，高压网的高度正好是变异生物腹部的高度，这样一旦它经过就会触碰到高压网。然后我在高压网的周围摆放了几个麻醉陷阱，只要变异生物触碰到细线，容器就会破裂，麻醉剂就会喷洒出来，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变异生物吸入后就会被麻醉。设置完陷阱后，我躲到远处的一棵树干后面，打开生物雷达和红外热成像仪，等待着变异生物的到来。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变异生物缓慢地向我设置陷阱的方向移动过来。它一边移动，一边用触手探查周围的环境。当它走到高压网的面前时，并没有立刻经过，而是停下了脚步，用触手小心翼翼地触碰着高压网的边缘。我屏住呼吸，紧紧地握着电击弩，时刻准备着，一旦它触发陷阱，就立刻发起攻击。就在这时，变异生物的触手不小心触碰到了高压网，
滋滋的电流声瞬间响起，高压网瞬间释放出强大的电流，击中了变异生物的腹部。嗷！一声凄厉的嘶吼声从变异生物的嘴里发出，声音震耳欲聋，整个丛林都在微微颤动。被高压电击中后，变异生物变得异常疯狂，它猛地挥舞着头上的触手向高压网砸去，试图将高压网撕碎。但高压网非常坚固，而且电流一直在持续释放，变异生物的触手每次砸到高压网上都会被电流击中，发出滋滋的声响。鳞片上冒出了一阵黑烟，触手也开始抽搐起来。就在这时，变异生物的另一只触手不小心触碰到了麻醉陷阱的细线。变异生物的另一只触手不小心触碰到了麻醉陷阱的细线，密封的容器瞬间破裂，麻醉剂喷洒出来，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变异生物吸入麻醉剂后，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嘶吼声也变得越来越微弱，身上的鳞片不停地脱落，眼神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知道麻醉剂开始起作用了，我小心翼翼地从树干后面走出来，慢慢向变异生物靠近，同时举起电击弩，瞄准了他的眼睛，时刻警惕着他的动静，以防他突然发起反击。当我走到变异生物的面前时，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躺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着，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微弱。显然他已经被高压电和麻醉剂彻底制服了。我松了一口气，心中一阵狂喜，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对抗变异生物，而且成功了。这不仅让我更加自信，也让我更加清楚，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能应对任何危险。我没有杀死他，因为我想留着他，研究他的基因和习性，看他能不能找到对付其他变异生物的更好方法。而且我也想把他当成武器，如果以后遇到其他的幸存者，或者遇到陈浩一家的残余势力，我可以利用他威慑他们，甚至可以让他攻击他们，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我拿出陷阱笼，将变异生物装进陷阱笼里，然后用铁丝将陷阱笼的门加固，防止他苏醒后挣脱陷阱笼。做完这一切后，我拖着陷阱笼慢慢向地下赌场的方向走去。陷阱笼很重，而且变异生物的体型很大，我走得非常缓慢，花了整整1个小时才将陷阱笼拖回地下赌场，放进了仓库的隐蔽角落，并且给他注射了更多的麻醉剂，确保他不会轻易苏醒过来。回到地下赌场后，我累得瘫坐在沙发上休息了很久，才慢慢恢复过来。休息完后，我开始研究这只变异生物，用放射性检测仪检测它身上的放射性元素浓度，发现它身上的放射性元素浓度比我想象中还要高，所以必须将它关在密封的环境里，防止放射性元素泄漏对我造成伤害。我用防水布和保温棉将陷阱笼包裹起来，然后在仓库里安装了一台空气净化器，过滤仓库里的空气，确保仓库里的放射性元素浓度保持在安全范围内。研究完变异生物，我开始关注外界的情况，关注陈浩一家的动向。我打开卫星电视，看到外界的气温正在快速下降，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雪，而且雪下得越来越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几十摄氏度，道路被积雪覆盖，交通瘫痪，电力中断，很多人因为寒冷和饥饿陷入了绝望之中。新闻里不停地播报着各地的灾情，呼吁人们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储备足够的食物和水。但此时已经晚了，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抢购物资的混乱场面，甚至出现了互相残杀的情况。我又打开卫星电话，尝试着拨打陈浩的电话，想听听他的声音，看看他现在的情况。电话那头传来了陈浩不耐烦的声音：“谁啊？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来，烦不烦啊？”我冷笑一声，用一种刻意伪装的虚弱的声音说道：“陈浩，是我好想你啊！我出差的时候遇到了大雪，被困在了外面，好冷，好饿，你能不能来救我啊？”电话那头的陈浩听到我的声音，语气瞬间变得冷淡起来，甚至带着一丝厌恶：“是你啊？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去救你，你自己想办法吧，别来烦我。”陈浩，你怎么能这样对我？我故意装作很伤心、很委屈的样子，哭着说道：“我们就要订婚了，我们就要一起去太平洋明珠号邮轮上旅游了，你怎么能不管我？我好害怕。”电话那头的陈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语气变得贪婪起来：“就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父母留给你的那套大平层房产证上必须加上我的名字，而且你父母留给你的赔偿款也要全部转到我的账户上，否则我就不救你，让你活活冻死在外面。”听到这里，我心中的恨意越来越浓。果然，他到现在还在觊觎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还在算计我。他从来没有爱过我，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一个可以给他带来财富的傻子。但我没有表现出来，依旧装作很伤心、很委屈的样子，哭着说道：“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这还差不多。”陈浩的语气变得得意起来：“你现在在哪里？我明天就过去救你。但你记住，如果你敢骗我，我就杀了你，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故意报了一个离小岛很远、已经被大雪覆盖的小镇，然后哭着说道：“我在小镇的村口等你，求你了，你一定要快来救我，我真的快要冻死了。”知道了，我明天就过去，你别再打电话烦我了。陈浩不耐烦地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我脸上的伤心和委屈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平静和刺骨的恨意。陈浩，你果然上钩了。接下来的几天里，外界的气温下降得越来越快，已经降到了零下100摄氏度左右，整个世界都被冰雪覆盖，成为了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道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交通彻底瘫痪，新闻里已经没有了新的播报。显然，外界的秩序已经彻底崩塌，
人类已经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我依旧每天都在地下赌场里完善防御体系，研究变异生物，同时也每天都在关注陈浩一家的动向。我通过卫星电话偶尔会拨打陈浩的电话，接电话的时候，他的语气越来越暴躁，越来越绝望。他说他在小镇的村口找了我很久，都没有找到我。他怀疑我骗了他。他还说外面的雪下得很大，很冷，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他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我每次都会装作很无辜、很委屈的样子，让他再找一找，让他再坚持一下。同时，我还会故意透露一些消息给他，说我父母留给我的赔偿款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能找到我，我就立刻转到他的账户上。我知道陈浩是一个极其贪婪的人，只要提到钱，他就一定会失去理智，一定会更加迫切的想要找到我，而我就是要利用他的贪婪，一步步的引诱他，一步步的将他推向毁灭的深渊。又过了几天，小岛的丛林里又出现了变异生物的踪迹。生物雷达显示，有2只体型较小的变异生物正在向地下赌场的方向移动，显然他们是那只变异生物的幼崽。我立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我躲在地下赌场的入口处，等待着变异生物幼崽的到来。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2只变异生物幼崽就出现在了地下赌场的入口处。它们的外形和我捕捉到的那只有些相似。它们来到石门面前，用小小的触手不停地拍打着石门，发出咚咚咚的声响，似乎是在寻找他们的母亲。我没有立刻发起攻击，而是观察着他们的动静，发现他们的警惕性比他们的母亲要低很多，而且他们的弱点和他们的母亲一样，也是眼睛和腹部。观察了一会儿，我觉得时机到了。我猛地打开石门，举起电击弩，瞄准了其中一只变异生物幼崽的眼睛，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咻的一声，带电的箭矢快速地射向那只变异生物幼崽的眼睛，正好射中了他的眼睛。嗷！一声凄厉的嘶吼声从变异生物幼崽的嘴里发出，他痛苦地在地上翻滚起来，不停地挥舞着小小的触手。另一只变异生物幼崽看到自己的同伴被攻击，变得异常疯狂，他猛地向我扑了过来，用小小的触手向我抓来。我立刻向旁边躲闪，躲开了他的攻击，然后快速地装上第2支带电的箭矢，瞄准了他的腹部，扣动了扳机。箭矢正好射中了他的腹部，滋滋的电流声瞬间响起，他痛苦地嘶吼着，身体不停地抽搐起来。我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击的机会，快速地冲了上去，用电击匕首分别刺向了2只变异生物幼崽的腹部。嗷！2声凄厉的嘶吼声后，2只变异生物幼崽就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躺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显然，他们已经被我杀死了。我松了一口气，清理了一下现场，将2只变异生物幼崽的尸体拖到了小岛的丛林里，埋在了地下。处理完尸体后，我回到了地下赌场，重新加固了石门，打开了监控摄像头和高压电网，确保自己的安全。此时，距离末日寒潮爆发还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外界的气温已经降到了-150°C左右。海面上已经开始结冰，而且冰层越来越厚。根据我之前了解到的信息，太平洋明珠号邮轮会在末日寒潮爆发前3天起航，前往太平洋深处。陈浩一家也已经准备好了登船的物资，并且已经拿到了船票，就等着登船了。我知道复仇的时机越来越近了，我开始做最后的准备，检查防御系统，确保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高压电网、自动攻击装置都能正常使用。同时，我还将那只被我捕捉到的变异生物转移到了仓库的最深处，并且给它注射了足够的麻醉剂，防止它在末日寒潮爆发后苏醒过来，对我造成威胁。另外，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通过匿名渠道给太平洋明珠号邮轮的船长发送了一封邮件。邮件里，我编造了一个谎言，说太平洋明珠号邮轮的底层实验室里存放着大量的美金和金条，只要他能打开实验室的大门，那些财富就都是他的。我知道船长也是一个极其贪婪的人，只要提到钱，提到宝藏，他就一定会失去理智，一定会打开实验室的大门，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就是要让他打开实验室的大门，让那些被冷冻的实验体提前苏醒过来，让他们在邮轮上展开疯狂的屠杀，让陈浩一家，让所有登上邮轮的人都成为实验体的猎物。发送完邮件后，我给陈浩打去了电话，这次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了陈浩兴奋而贪婪的声音：“宝贝，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把赔偿款转到我的账户上？”我冷笑一声，用一种冰冷而诡异的声音说道：“陈浩，我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已经拿到了太平洋明珠号邮轮的船票，你想要找到邮轮上的宝藏，想要得到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电话那头的陈浩瞬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语气紧张地说道：“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我冷漠地说道：“陈浩，你以为邮轮上真的有宝藏吗？你错了，大错特错。太平洋明珠号邮轮根本就不是什么豪华邮轮，而是一艘改装过的非法实验船。邮轮的底层存放着很多诡异的实验体，那些实验体是用人类和海洋生物的基因培育出来的，不怕寒冷，极具攻击性，一旦苏醒过来，就会疯狂地吞噬所有活着的东西。不可能，你一定是想吓我，我绝对不会相信你的。”陈浩的声音变得颤抖起来，充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我冷漠地说道：“信不信由你，很快你就会像我上一世一样，在无尽的绝望中死去。”陈浩，
你还记得上一世你把我推出船舱，让我坠入冰海活活冻死的样子吗？这一世我要让你全家都体验一下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那种无尽的绝望。陈浩的声音变得更加颤抖起来，充满了恐惧和荒谬。我已经拿到了船票，我很快就会登上游轮，我很快就会找到宝藏，我会在末日里衣食无忧，而你只会被活活冻死在外面，只会成为冰雪的祭品。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冰冷而疯狂，在空旷的地下赌场里回荡。王金花、陈大富、陈强，你们一家人都将会在游轮上被实验体一点点撕碎，一点点吞噬，连骨头都不会剩下。这就是你们应得的报应，这就是你们欠我的。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敢骗我，我要杀了你！陈浩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充满了愤怒和恐惧。紧接着，我用那嘲讽的言语继续对陈浩说道：末日寒潮已经爆发，外界已经被冰雪覆盖，到处都是绝望和死亡，你根本就找不到安全的地方。陈浩，你和你家人就好好登上那艘死亡游轮，好好享受这场为你们量身定做的末日盛宴吧，好好享受这场为你们量身定做的末日盛宴吧。说完，我没有再给陈浩任何说话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我知道陈浩现在一定非常疯狂，一定非常绝望，但我不在乎，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要的就是让他在绝望和疯狂中一步步走向毁灭。我走到办公室的窗户面前，看着外面白茫茫的冰雪世界，嘴角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笑容。末日寒潮已经爆发，实验体即将苏醒，陈浩一家即将登上那艘死亡游轮，我的复仇计划即将完成。上一世我所受的痛苦和绝望，终于在这一刻快要得到彻底的偿还了。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待在地下赌场里，通过监控摄像头和卫星电视关注着外界的情况。我看到太平洋明珠号游轮在末日寒潮爆发前一天准时起航，驶向了太平洋深处。游轮上载满了乘客，他们都怀着期待和憧憬，希望能够在游轮上躲避末日的寒潮。陈浩一家也登上了游轮，他们穿着厚厚的保暖衣物，手里拿着大量的物资，脸上带着贪婪和期待的笑容。显然他们还在幻想能够在游轮上找到宝藏，能够得到我父母留给我的财产，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走进了我的陷阱，走进了地狱，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极其惨痛的死亡。末日寒潮彻底爆发了，外界的气温瞬间降到了-200°C左右，海面上的冰层变得越来越厚。太平洋明珠号游轮在行驶到太平洋深处的时候，被死死地冻在了冰海中央，成为了一座巨大的冰雕。游轮上的电力和通讯彻底中断，乘客们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寒冷之中。就在这时，游轮的底层实验室里备用冷冻设备的能源彻底耗尽了，冷冻设备瞬间失效，冷冻设备瞬间失效。那些被冷冻的实验体纷纷从冷冻状态中苏醒过来，实验体们发出了凄厉的嘶吼声，疯狂地撞击着实验室的大门，想要冲出实验室，吞噬所有活着的东西。而游轮的船长因为贪婪，果然打开了实验室的大门。他以为实验室里真的有大量的美金和金条，但他没想到，他打开的不是财富的大门，而是地狱的大门。实验室的大门被打开的那一刻，实验体们疯狂地冲了出来，向游轮的各个区域展开了疯狂的屠杀。他们挥舞着长长的触手，撕咬着身边的乘客，乘客们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纷纷四处逃窜，但他们根本就逃不掉，因为游轮被死死地冻在了冰海中央，没有任何逃生的通道，而且外界的气温极低，就算他们逃到游轮的甲板上，也会被活活冻死。游轮上陷入了一片混乱和绝望之中，乘客们为了争夺一点点食物和水，互相残杀，乘客们为了争夺一点点食物和水，互相残杀，而实验体们则在游轮上疯狂地穿梭，不停地吞噬着活着的东西。甲板上、船舱里，到处都是血迹和尸体，到处都是凄厉的惨叫声和实验体的嘶吼声，整个游轮都变成了人间地狱。我通过卫星电话监听着游轮上的动静，听到了游轮上的混乱和绝望，听到了陈浩一家的惨叫声和哀求声。陈浩的母亲王金花因为寒冷和恐惧已经病倒了，不停地咳嗽，身体越来越虚弱，她不停地哭喊着，哀求着陈浩救救她。但此时的陈浩早已自顾不暇，他为了争夺一点点食物和水，竟然和自己的傻子哥哥陈强互相打斗起来。陈强变得越来越残暴，他杀死了好几个试图抢夺他食物和水的乘客，手上沾满了鲜血。他甚至想要杀死自己的母亲王金花和父亲陈大富，因为他觉得他们是累赘，是负担，只有杀死他们，他才能活下去。为了阻止陈强，兄弟俩互相撕咬，互相殴打，看起来极其疯狂和丑陋。他们的父亲因为害怕和饥饿，同样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不停地哭闹着，嘴里喊着吃的喝的。他甚至想要冲向那些实验体，想要和实验体搏斗，结果被一只实验体一口吞掉了，只留下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王金花看到自己的老公被实验体吞掉了，情绪彻底崩溃，她不停地哭喊着，想要冲向实验体，为自己的丈夫报仇。但她刚冲出去，就被另一只实验体的触手抓住了。实验体挥舞着触手，将她高高举起，然后猛地摔在地上。王金花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就再也没有了动静。显然她已经被摔死了。陈浩看到自己的母亲和父亲都被实验体杀死了，变得异常疯狂。他拿起一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冲向那些实验体，想要为自己的母亲和哥哥报仇，但他的力量在实验体面前显得那么渺小。一只实验体挥舞着长长的触手，抓住了陈浩的手臂，用力一扯，陈浩的手臂就被硬生生地扯断了，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陈浩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倒在了地上，痛苦地翻滚起来。陈强看到陈浩被实验体扯断了手臂，吓得浑身发抖。他转身想要逃跑，但他刚跑了几步，就被一只实验体的触手缠住了脖子。实验体用力一勒，陈强的脖子就被勒断了。他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显然他已经被勒死了。现在游轮上只剩下陈浩一个人了，他躺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哀求着，希望有人能够来救他。但游轮上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人了，只有那些疯狂的实验体。陈浩在游轮上不停地穿梭，不停地寻找着活着的东西。一只实验体缓缓地走到陈浩的面前，低下头，用冰冷的眼睛盯着陈浩，嘴里发出了凄厉的嘶吼声。陈浩看到实验体盯着自己，吓得浑身发抖，他不停地向后退缩，嘴里不停地哭喊着：“求你了，求你别杀我，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吧！”但实验体并没有理会他的哀求，他挥舞着长长的触手，抓住了陈浩的另一只手臂，用力一扯，陈浩的另一只手臂也被硬生生地扯断了。陈浩发出了一声凄厉到极致的惨叫声，他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他的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微弱。他仿佛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上一世被他推出船舱坠入冰海的样子。他终于意识到，如今的这一切都是他的咎由自取，但此时已经晚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实验体再次挥舞着触手，抓住了陈浩的身体，用力一撕，陈浩的身体就被硬生生的撕片，鲜血染红了地面，染红了周围的冰雪。陈浩彻底失去了动静，他终于为自己的贪婪和恶毒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听到这里，我坐在暖和的安全屋里喝着咖啡，脸上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笑容。